嗨，大家好，我是小印。上期视频我们主要介绍了 Love Filters 和 MyDaVR 的安装，以及如何结合 PortPlayer 进行初步设置，获得流畅的光影体验。今天这期硬核教程将带你详细了解 MyDaVR， 并根据自己电脑的硬件配置来对 MyDaVR 插件进行私有化定制。无论你是参数党还是体验派，包你鼠标点完直呼回不去。话不多说，上干货，让你的光影体验直接起飞。打开 PortPlayer， 播放一个视频。任务栏中会出现 MyDaVR 插件图标，点击选择编辑 MyDaVR 设置，就能打开 MyDaVR 的设置弹窗，或者直接按快捷键 Ctrl+S 打开。MyDaVR 设置界面默认是英文的，为了让接下来的设置界面更加直观，可以先安装一个 MyDaVR 的本地汉化包。打开这个地址，往下拉，直接点击这里进行下载。这里是下载后的文件，解压。打开解压后的文件，这里有软汉化和硬汉化两种汉化方法，推荐使用不修改原文件的软汉化方法进行汉化。将软汉化文件夹中的3个文件拷贝到 MyDaVR 的安装目录下即可。我刚刚把 MyDaVR 的解压文件放到了 PortPlayer 安装目录下，那我就打开 PortPlayer 的安装目录，找到 MyDaVR 文件夹，打开，把刚刚复制的3个汉化文件张贴到这个目录下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打开 MyDaVR 看看是否汉化成功，按快捷键 Ctrl+S 打开 MyDaVR 设置，这里面的选项都变成了中文，说明汉化成功啦。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的重点环节 MyDaVR 参数设置。MyDaVR 已经将大多数参数进行了优化配置，我们只需要把一些关键设置进行个性化定制，就可以实现画质的大幅提升。首先，在显示设备这个选项中，选择你播放视频的设备类型。一般我们都是在电脑或电视上观看，那就选择数字显示器或者电视即可。展开显示设备，点击属性，在这里设置设备的卫生。如果你不知道你设备的卫生是多少，在桌面点击鼠标右键，显示设置，找到高级显示器设置，这个卫生度就是我们要找的值。我这里显示的是8位，那我就在这里选择8比特就行。HDR 这里，如果你的显示器支持 HDR， 可以选择通过 HDR 显示，它会将 HDR 视频原封不动地传递给显示器。同时，如果启用了将 HDR 原数据发送到显示器，也会把原数据一起传递给显示器。不支持 HDR 的设备，时间保持默认就行。接下来我们再看视频图像处理。如果你播放的是动漫电影，可以把不侦测画面视角的像素取消勾选，防止画面的边缘出现锯齿或模糊问题，否则不需要修改。尾影消除这里，建议把减少条带勾选上，可以有效改善视频画面中的色彩过度产生的色带条纹现象。默认去色阶断层强度选低或中即可，这样既能获得不错的平滑效果，也不会明显损失细节。过高可能会抹平部分细节，并增加 GPU 的负担。淡入淡出建议选择高，注意这2个强度不能设置成一样，否则淡入淡出这个设置就会失效。减少阵灵尾影主要起到抑制因压缩、降频或锐化过程中产生的阵灵现象，默认无需开启，除非观看影片时画面物体边缘出现不自然的黑色或亮色光环时才需要开启。下面这些也都是为了改善画面缺陷才考虑开启，但它们也会增加大量的 GPU 运算负荷，正常情况下都不建议勾选。图像增强这个和缩放算法设置里的锐化算法是一样的，不过它主要在视频缩小或放大之前对视频进行这些优化调整，建议这里先不做调整，优先优化下面列表中的缩放算法，获得更自然的画质提升。缩放控制主要用于优化画面比例适配和黑边处理。自动检测这个
如果你用的是 DXVR2 或 D3D11 进行解码，即使视频中有黑边，也是无法自动去除的，所以这些都保持默认设置就行。缩放算法这里非常重要，是 MyDaVR 的核心设置，直接决定视频的画质表现和硬件资源消耗。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电脑配置和片源质量灵活设置。作为新手入门， MyDaVR 在这个选项下的默认值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如果想要达到更加完美的观影体验，可以跟着我一步步按以下思路进行调整。色度升频这里主要是通过差值等技术手段恢复原始的色彩分辨率，减少锯齿。从上到下，对硬件的要求以及对电脑资源的占用会越来越高。根据选择的不同，右上角会有效果的红绿两种平衡条。绿条代表图像细节和锐度，绿条越长，说明画面细节表现越好，看起来更清晰锐利。红条则代表画面失真，比如图像边缘出现锯齿和增零等问题。红条越短，说明这些问题越少，画面更平滑自然。调整时尽量让绿条拉长，红条缩短，就能在画质和失真之间找到平衡。如果显卡性能有限，可以适当降低绿条长度或提高红条阈值，减少卡顿。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算法的效果。这3个选项用的是同一种缩放方法，不过这个临近算法取的是最近像素的值来进行放大，这种差值最简单，但效果也最差。选择双线算法会把相邻4个像素的颜色混在一起，利用 GPU 进行处理，画质比临近算法稍微好一些，速度和临近算法一样快。立方体算法会取周围16个像素，比双线算法更平滑，但处理速度也稍微慢一些，是一种平衡性能和质量的算法。下面这3个选项用的是另一种更高级的 Sync 类型的缩放算法，比上面这个细节更锐利，不过处理速度也更慢。如果只要求看起来舒服就行，建议选择立方体算法。如果需要兼顾一定的画质，可以使用这种算法。选择 Naxos， 处理后可以看清每一根毛发。Spline 比 Naxos 的锐利度更柔和。Sync 是端水大师，可以很好的平衡锐利度与自然感，配合激活抗振灵滤镜，能很好的抑制振灵效应。中配显卡建议选择这个。这2个都是利用亮度通道来作为参考进行色度拉伸，在让图像变得清晰的同时保留边缘细节，避免出现锯齿。不过这个算法不是很稳定，不推荐作为日常使用算法。Reconstruction 相当于改进版的 Brightlaw， 能更好的在锐利度与抗锯齿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使用起来也相对稳定，但性能消耗更高。Super XBR 是通过检测边缘并沿着边缘差值像素来工作，主打无损放大视频，专攻清晰度，同时也拥有轻度降噪能力，不过它只能用于2倍放大。NGU 家族是 MyDaVR 自己研发的放大算法，会通过类似神经网络的 AI 技术来智能放大和增强图像细节，处理后的细节更逼真。不过 NGU 特别吃显卡性能，适合高端显卡，低配电脑可能会卡顿。这样一点点优化，看不出画面有明显的变化。我们用2个比较极端的算法来对比一下。先设置成临近算法，边缘有很明显的锯齿现象。我们再设置成 NGU， 大家可以看这个区域，应用后边缘变得更平滑了。听完后是不是感觉还是有点懵？没关系，我这里给大家几种配置思路供大家参考。低配显卡可以选择立方体算法加 Bicubic 75加 AR， 平衡画质与流畅度。中等配置可以选择 Sync 加 AR， 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选项。高端显卡可以考虑 NGU 加抗锯齿高质量这样的设置，达到明显的画质改善。我的电脑显卡型号是4060，我平时会设置成 Sync 加 AR， 不仅能提升画质，保持良好的视觉效果，对显卡的负担也不会太大。大家直接按照这个来抄作业，效果是 OK 的。不过 MyDaVR 的设置和实际效果可能会因为硬件、片源和个人主观偏好而有所差异，实际应用中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微调。
关于这些项的所有设置，我给你们整理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说明，动手能力强的小伙伴可以去简介区自取。这2项主要是影片缩小和影片放大时调用的设置。影像缩小这个选项的作用是将高分辨率的影片画面缩小到适合显示设备的分辨率。比如你播放的原视频是 8K 画质，而你的显示器还达不到 8K 画质，那么它就会自动调用这个设置来缩小影片，尽量保留画面细节和质量。设置时也是遵循上个页面中的思路，配置选项从上到下对硬件的要求由低到高。线性光线缩放这个非常重要，开启后能得到更接近真实光源镜头缩放的效果，不过这个过程会增加一定的计算量。关闭线性光线缩放可以节省处理时间。低配电脑平衡性能与画质，推荐选择立方体算法加 bicubic 150加线性光线缩放加 AR。 中等配置推荐 Nexus 加 SunTypes 加线性光线缩放加 AR。 高端电脑配置推荐 SSIM 加 ED 杠100%强度，叠加线性光线缩放和 AR， 获得更高保真度。这里除了选择比较简单的临近算法，能看出毛发确实锐化的不够自然，其他算法都能达到很自然的效果。比如 SSIM 可以很智能的在需要添加锐度的地方才进行添加，而不是无脑的添加很多锐度。如果画质已经够好了，切换这些算法很难直观的看出不同算法之间画质的区别，但是更高级的算法确实会有更好的作用。设置后点击应用，我们在 PodPlay 中按快捷键 Ctrl 加 G 可以查看优化后的信息。我已经把这些内容整理成文档，大家也可以在视频的简介区下载，里面包含了每个参数的作用。这个是亮度信息，这里显示的是当前选择的 SSIM ED100 以及线性光线缩放和 AR 滤镜，我把它修改成立方体算法加 bicubic 150，点击应用，参数这里同步切换成了刚刚应用的选项。影像放大这个和影像缩小相反，比如你的视频是 480p， 而你的显示器支持 480p 以上的画质，它就会自动放大图像，让视频看起来更清晰。这个是 8K 视频，因为我用的是 2K 屏，需要换成 2K 以下画质的视频源，在放大画面的时候，它才会自动调用这个文件里的设置。我换成 480p 的视频给大家看看效果。这里切换成了放大选项中的 Nexus。 扩大和加倍这2个选项也是从上到下对硬件的要求越来越高，加倍的算法对画面效果提升更加精细。如果显卡性能强劲，可以选加倍。低端显卡用户可以选立方体算法加 bicubic 75加 AR， 或者 Nexus 加 SunTypes 加 AR， 点击应用，它会是这种效果。中端显卡用户可以选 Nexus 加 SunTypes 加 AR 或 Jinx 加 AR， 并开启在 S 型光中扩大，边缘会变得更平滑一些。高端显卡可以选择 NGU 看锯齿，然后在算法质量的第一项中选择高。下面的选项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保持让麦的 VR 决定就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选择让麦的 VR 决定，它会根据片源分辨率与显示器分辨率的比例，自动选择性价比最高的质量档位，避免过度消耗性能。但如果你想榨干自己电脑的全部性能，也可以按照以下参数来进行手动调整，让画质水准始终如一。算法质量，第一个选高，第二个选 medium， 第三个选高。激活倍增或4倍下的加倍选总是超采样，让 NGU 始终启用翻倍算法。下面选让 MadVR 决定。如果需要进行更多缩放，选 Nexus 3 AR 和使用图像缩小设置。现在这个画质看起来就非常高清了，完全不像 480p 的像素。我们再切回来对比一下，现在看起来是有很多锯齿的。选择加倍算法，是不是非常明显？锐化算法这个选项是在影像放大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锐化、柔化或添加颗粒的方式，进一步优化画面质感，但也会过度消耗 GPU 资源。
建议在画面模糊时才考虑到这里开启1-2项，一般保持默认即可。通过以上对缩放算法的精细调整，我们已经为视频画面打下了扎实的画质基础。现在你的 MyDVR 应该能在清晰度与流畅度之间取得很好的平衡。接下来我们继续调整 MyDVR 的渲染设置，进一步优化视频显示效果，让画面更细腻、更逼真。常规设置这里的各项设置，主要目的是平衡画面呈现的稳定性，降低丢帧的风险。如果在播放过程中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可以不做任何修改；如果出现了，可以通过以下设置来进行改善。低配电脑建议勾选进行延迟播放，直到渲染队列已满。勾选后，播放开始之前会有一个短暂的黑屏延迟，等待足够的帧填满队列后，它才会开始播放。如果不勾选，它会立即开始播放，没有给播放过程留有足够的帧缓冲，可能会导致卡顿或掉帧。如果是中高配电脑，系统性能比较强，则可以不勾选。中高配电脑建议启用自动全屏独占模式。启用后 ，MyDVR 会绕过操作系统的桌面合成和窗口管理器，直接与显卡硬件通信，减少渲染延迟，并提升性能。如果电脑硬件性能不足，比如低端显卡或者核显，启用全屏独占模式会导致画面黑屏或闪烁。应用桌面组合这个选项需要和自动全屏独占模式一起开启，减少全屏播放时不必要的系统消耗。如果不使用全屏独占模式，则不要启用，以免影响其他窗口的显示。CPU 队列主要用来缓存 CPU 已经处理完毕的帧，形成一个待渲染帧池。如果 CPU 队列已满，则会暂停处理，等待 GPU 消费队列中的帧。设置的数值越大，代表提前处理的帧数越多，但也更占用存储资源。如果设置过大，则会导致系统因内存不足而卡顿或崩溃。还有就是，如果用户拖动进度条快进，提前处理的大量数据就会被丢弃，非常浪费算力。GPU 队列也是同样的道理。默认情况下 ，MyDVR 已经针对大多数播放场景做了优化，我们保持默认的 CPU 和 GPU 线程就能满足需求。如果你的硬件配置非常高，可以适当把数值调大一点。窗口化模式、全屏独占模式和立体 3D 模式，这3项设置不用修改，保持默认即可。平滑运动模式这个选项主要通过帧混合技术，将视频的帧率调整到和显示器的刷新率完全一致。开启后不会出现任何丢帧或重复帧，并且与音频保持同步，画面会变得非常流畅，但图像可能会出现轻微的模糊现象，所以只有在观看体育赛事或高速运动的场景下才建议开启。抖动设置是在 MyDVR 执行完以上所有优化设置后，作为最后一步执行的。MyDVR 内部会使用16位来处理视频数据，这一步主要是使用抖动技术，将 MyDVR 内部的16位数据转换成显示器设置的位声，让原本丰富的色彩细节尽量保留下来。大多数情况下，默认设置已经能够满足需求。截图设置主要用于调整截图时的图像处理参数，比如固定图片的分辨率，或者把画面放大2倍、3倍的进行截取。这里还能对截取后的图像进行优化。禁用 OSD 表示不截取屏幕上的菜单或者其他叠加信息，只截取纯粹的视频画面，不执行颜色、伽马和校准等处理。这个选项则表示不对截取的图片做任何后期的色彩调整处理。如果你需要在其他显示器上查看截取的图片，这里保持默认启用就行。画质换性能设置里的这些选项允许你通过牺牲一些画质来减轻 GPU 负担，提升播放的流畅度。MyDVR 已经将这些选项默认设置成了最佳方案，但是如果你的电脑性能足够强劲，也可以把所有的勾选都去掉。键盘快捷键选项主要用于自定义 MyDVR 各项功能的快捷操作方法，这里很容易与其他系统快捷键冲突，建议保持默认即可。很多小伙伴可能会疑惑，这么多设置，难道我每打开一部电影都要来针对当前的画质设置一遍吗？其实我们可以根据每一类视频的设置做一个分组，
比如播放电影，我们会更侧重画质的细节和色彩准确，而观看体育赛事时，则更关注流畅度和响应速度。我们都可以预先定制好相应的设置，并保存成一个组，播放时切换对应的组就可以了。这个功能非常实用，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我先把视频处理这组设置文件放到一个组里，把名字改成影院模式，再创建一个组。这组设置主要针对游戏或者体育赛事，把名字修改成游戏模式。为了让大家看清画质的变化，我把这个里面的锐化都调高。我们给这个组设置一个快捷键，方便实时切换。影院设置一个 Y 影，游戏设置成 X、G。我们按快捷键 X， 看看能不能成功切换成游戏模式组。这里显示了两组信息，这个蓝色的字体是 Portplayer 播放器自带的快捷键 ，X 表示放慢电影画面，和我们设置的切换组快捷键冲突了。点击鼠标右键，选项，在基本设置中点击快捷键，点击添加。在这里可以查询到 X 键确实被占用了，那我们再查一下 Y， 同样被占用了。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把 MyDayVR 组的快捷键修改成其他没有冲突的键，或者先把忽略默认快捷键勾选上，暂时把 Portplayer 的快捷键都禁用掉，点击应用。现在我们再来切换组，按快捷键 Y 切换成了影院模式组的配置，再按 X， 画面成功切回了游戏模式组的配置，画面变成了这样。再按 Y 切回来，切换成功后，再打开快捷键，把勾选去掉，继续启用 Portplayer 的快捷键就可以啦。跟上面一样，我把视频缩放设置这里也建立两个组。先创建一个影院模式，快捷键和上面的影院模式设置保持一致，然后再新建一个游戏模式组，把快捷键和上面的游戏模式组保持一致。假如我把影院模式的算法设置成 NGU， 游戏模式算法设置成立方体算法。OK， 保存设置好的参数。接下来我在视频画面中按快捷键 X， 视频处理这里切换成了游戏模式组，而影片缩放这个也同样切换成了游戏模式组。按快捷键 Y， 则切回了影院模式组的配置。视频处理也同样切回了影院模式组的配置参数。和上面两个目录一样，视频渲染这里也可以根据片源创建不同的组。以上设置的原则要保证 GPU 在播放视频时占用率不超过 80%， 同时还能流畅播放，不卡顿就行。我们可以在 Portplayer 中按 Table 键查看 GPU 的使用情况。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谢谢大家的支持。